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NDS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合金弹头7代》。没错，《合金弹头7》首发是在任天堂的掌机 NDS 上，一共6个人物可以选择，除了常规的4人组之外，还包括来自拳皇系列的，我不应该说来自拳皇系列的，应该说来自于怒系列的克拉克还有拉尔夫。这里选择的角色是塔玛。有小伙伴就说了，大叔这不是你玩的吧？你们是怎么猜中的呢？不看打法看选人就能知道不是我玩的？好神奇啊。今天解说的视频是来自于小伙伴百合子的投稿，听 ID 的名称是小姐姐，我还没来得及要微信啊，晚一点的。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这款游戏比较眼熟，好像我之前录制过。我之前录制过的是它的改良加强版 Double X， 里边可以选择莉安娜，但是原始的7代并没有这个角色。和咱们玩的合金弹头早期的作品不同，后期的作品里边角色的个性更加的明显。比如塔玛在游戏里边的定位就是载具的专家，它有载具的形态之下，伤害是 1.5 倍，并且可以锁定射击方向，受到的伤害减半，捡到的补给2倍，而且它可以踢载具，有些情况下可以回血，有些情况下就直接踢爆了，所以要看脸。如果是2个人玩的话，有载具一定要交给他来开，并且大家注意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武器的缓存槽，人物可以保存2种武器，可以随时切换，甚至可以把不用的扔出来。这样如果双人合作的话，就可以把不用的枪和同伴进行交换。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 蠕虫机甲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之前玩过这款游戏或者看过这款游戏，会觉得本作的 BOSS 和之前的合金弹头系列在风格上有一定的差别，这也是正常的，因为这款游戏在剧情上这些 BOSS 大部分是来自于其他时空的科技，他们是其他时空摩根将军的手下，来帮助这个时空的摩根。这里因为选择的是最高的难度，所以 BOSS 的耐久还是很高的。可能一些小伙伴还记得我使用莉安娜的时候是怎么打这个 BOSS 的。反身月光锯，一顿切就完事儿了，月光锯实在是 bug。打完过关。这个视频的投稿已经有几天了，我和百合子也通过邮件互相沟通了几次，最后确定投的是 1080p 60帧的视频。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是我始料未及的。NDS 这个主机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，它是一个双屏的主机，游戏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单屏上，但是另一块屏幕显示的是地图等一些辅助的信息。所以视频投过来的时候呢，正常的关卡流程都是双屏的，到了 BOSS 战变成单屏的，所以我花了一些精力
对这个视频进行了处理，包括了剪辑、裁剪、转码、拼接。总之，最后的目的呢，就是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流畅和舒服一些。这个场景克拉克比较有利，因为他的特殊技能是指令头，得到的分数很多。如果想要打高分的话，使用克拉克是没错的。游戏当中的各种隐藏要素也是非常多，尤其是这些俘虏。前方不远要开始载具战了。本关的载具是小矿车，应该说是小火车，你可以把很多节的车厢连在一起。这里应该是想把激光打光，然后换一个武器。因为多出了一个武器槽，所以对关卡流程比较熟悉的话，就知道当前的情况下应该留什么武器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开连发，如果是我玩的话，我是一定开连发的。手速现在根本跟不上。燃烧手雷，这种敌人非常新颖啊，看起来是机械的老鼠。它在地面刨出来的痕迹还能把人陷下去。火箭弹头敌人的设计一直都非常的用心，不像有些游戏换个皮就上来。这里开始开火车了，接到了一个车厢。操作的时候可以在轨道上进行小幅的跳跃。如果小心一点玩，可以把所有的车厢都带到 BOSS， 那样的话输出很高，打 BOSS 就很快了。其他车厢的子弹是单发的，但是威力很高。现在前后各一节了。这里先清了一波敌人，然后再去接车厢。因为你接的越多，你的受弹面积越大，越容易被攻击到。这个地方塔玛真的是如鱼得水啊！有载具的地方就是他的主场。第二关的 BOSS 叫做独眼巨蟹，这个名字有一点信达雅的味道，因为它原本的名字就叫做螃蟹。3个副车厢，火力很猛，很快就把 BOSS 炸掉了。这个 BOSS 后面还会再出场的。
它会被其他时空来的叛军改造，算是现在的强化型。这个大家都懂啊 ，Plus。又有载具了，这个载具就很传统了。我对它印象最深，就是在合金弹头2代里边 ，BOSS 战的时候，可以卡一个 bug。BOSS 出场的时候，你跳一下，然后 BOSS 就不动了。我相信当年在街机厅玩合金弹头2代的小伙伴都那么干过。现在如果玩合金弹头的话，很难找到人和你联机了。我开始录制视频的时候是2016年，现在看来马上要过去7年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街机厅玩合金弹头系列的小伙伴年纪也是越来越大，手速还有反应各方面都有点跟不上了。昨天在群里边还有小伙伴问我说：“大叔啊，你什么时候再录制一些长篇啊？就是那些 RPG 类的，还有战棋类的。等我动作类的，还有射击类的玩不动了，咱们再说。那一天可能也不远。”像合金弹头这种游戏都出手游了，游戏的大环境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手游玩的是比较少的，因为我的手机就是一个千元机，用了3、4年了也没换。因为我的印象当中，手游都是比较干，或者是比较氪的。氪金的话，我抠门舍不得；干的话，现在干不动了。所以，像咱们这些老玩家，也就玩一玩怀旧游戏，或者是现在的所谓炒冷饭的重置。再就是一些像素类的独立游戏。其实合金弹头7代和之前的作品相比，像素感就很强。毕竟 NDS 主机它的分辨率十分有限。这里尴尬了呀，载具的血量还在，但是2个机械臂被打没了。这如果换成别人，这个载具已经爆了，跳起来把直升机打下来了。但是现在载具的燃烧弹打不到下面的2个小机器人，需要跳下来解决。都要清了才能往前走啊！这个我还是知道的，因为之前我使用莉安娜，月光锯切不到下面的小机器人，还是需要用载具或者是你自己的武器来打。背景当中的巨炮发射了一颗超级大的炮弹，这个炮弹的攻击方式很新颖，它是滚过来的。快一点跑！高难度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炮弹给玩家留的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。而且路途当中有这么多虫卵，还有虫子的巢穴，
这里要进行 BOSS 战，这个 BOSS 还是独眼巨蟹。枪械方面是留了刀刃，还有跟踪的激光，这两种武器的性能都非常好。刀刃的攻击力非常高。又有载具了，这个载具是小型的战斗机甲。这个小机甲憨憨的，有点可爱啊。独眼巨蟹经过了科技的强化，获得了新的能力——分头行动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下半身被刀刃切了太多次，所以先倒下了。下半身被切了多少刀啊？想想就很疼。第4关了，游戏的长度是6关，还是中规中矩的。同样是后面关卡的长度比较长，我看了一下，通关的时长大概是45分钟以上，所以我应该是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干不动啊！解说的话，连续解说45分钟，嗓子就干了。而且这2天我感觉嗓子也不大舒服。可能有小伙伴说：“大叔，你是不是阳了呀？”我如果阳了的话，我就搁1个礼拜。我真是太伤心了呀！上一关的 BOSS 把所有留的武器都用掉了，所以本关需要重新收集了。真是太贪了呀！这么几条咸鱼也不放过。不过这种打法我喜欢。捡到了一个小 S， 怎么不见大 S 啊？第4关一共有4个版面，到了第3个版面才有载具。出现的节点比较晚了，所以感觉塔玛在本关不太具有优势。其实常规的4个角色，我还是更喜欢英里，因为他的手雷多呀。如果你开着连发的话，打 BOSS 是相当暴力的。在这个地方浪费了2发手雷，但是敌人站的位置相当的尴尬。瀑布里边为什么会出现坦克呀？天降正义！对面还出现了逮虾户这个兵种。下面这个杂兵神烦啊，走位相当的妖娆，一发老鼠枪，一发手雷都没能打到他。把摩托扔出来砸人，这是摩托正确的使用方式吗？脑洞真的是不小啊！再坚持一会儿，前面就有载具可以用了，但是也只能用1个版面。打 BOSS 之前就被没收了，而且本关的 BOSS 我感觉也不太适合开着载具来打。这一连串的直升机真的非常经典，不愧是最高的难度，直升机的子弹非常密。打红色的，爆了一串啊！
有载具开了。这里的敌人主要是生物系，包括食人飞鱼，还有食人花。花的触手非常长，中间的本体是弱点，打手臂的话它就缩回去了。啊，这把刚才的俘虏推下去了，百合子还不忘给了一个特写。我们也看出来了，非常的悲剧啊！把虫子窝给拆了。这个虫子有密孔的小伙伴可能看起来感觉有一点不友好，一两只还可以，刚才数量太多了。屏的左下方，大家可能看见几个红色的条，那个地方是连击槽，涉及到连续得分的。我觉得它就是为高手服务的呀。摊分的打法从来也不是咱们这些普通玩家考虑的。载具还剩一个机械臂了，没有机械臂了，最后用下蛋的方式把这个坦克拆掉了。这个 BOSS 叫做铁腕飞猿明龙，名字起的有点中二了，但实力还是不错的。这里留了两种武器，一种是刀刃，另外一种是喷火枪。手雷都扔掉了，两边的俘虏要等到武器用的差不多，然后去解锁一个。捡到了跳弹，跳弹实在是太强了，看这输出的频率，太刺激了。而且在瀑布的场景使用这种武器，说明它是防水的呀。用过的都说好。在所有的武器都要消耗光之前，终于是把 BOSS 打爆了。跳弹用光了，对面也喷了，这样的话过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NDS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合金弹头7》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百合子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